大家好，我是原子思维。人与人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思维方式的不同。在思维上，每次只需做出原子般的改变，经过积累，就可以改变我们的生活。我会不断分享我的读书心得。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内容，别忘了点击右侧的小铃铛，能够及时收到我更新的内容哦。今天我要跟你讲的书叫《贫穷的本质》，是2011年出版的。这本书告诉我们，穷人到底为什么这么穷。读这本书有一个很大的好处，就是它能帮你看清穷人的思维方式。可能你现在不是穷人，但是很难保证你没有穷人的思维。不管你现在有没有钱，有多少钱，只要你有以下的几个思维习惯，就难免还是一个穷人。这本书算是重新定义了贫穷。本书最核心的内容说起来其实就是一个问题：穷人为什么这么穷？书里总共总结了3个原因。第一，穷人缺少有效的避险工具。第二，穷人不做远期规划。第三，对认知范围之外的东西，穷人身上有太多的执拗和偏见。那我们一个一个来看。第一个原因，穷人没有有效的避险工具。大部分人其实对穷人都有一些偏见。在我们的印象里，穷人懒惰、自制力差，不愿意接受新事物，甚至有时候还愚蠢。但是问题在于，穷人真的像我们印象里的那样吗？我们和世界上最穷的人之间真的有本质的区别吗？贫穷的本质，这本书的2位作者跑遍了5大洲的穷人区，经过大量调查，他们得出的结论是，穷人很穷。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，规避风险的手段太落后了。你比如说吧，穷人往往会生一堆孩子，那生一堆孩子，说明他们的观念落后。本来家里的资源就有限，还生一堆孩子，每个孩子都得不到充分的营养，也没有机会接受足够的教育，最后孩子长大了也就赚不到钱，最后是越穷越生，越生越穷，如此陷入恶性循环。可是穷人为啥愿意生那么多孩子呢？他们真的以为生孩子多了就能变得富有吗？其实穷人生很多孩子的真正原因是为了抵抗风险。对于穷人来说，他想规避养老和医疗风险，只能依靠自己的子女。但是子女身上的不确定性太多，比如有的孩子可能会早早的夭折，有的孩子自己混得也不怎么样等等。那这种情况下，穷人往往就会采取多生几个的策略，尽量避免风险。除了多生孩子，婚姻也是一种规避风险的方式。比如说在印度的穷人一般会把自己的女儿嫁到不远不近的村庄。那为什么是不远不近呢？因为如果2个村子离得太近，气候是完全一样的，你这儿发洪水，我那儿也发个洪水，谁都挺惨，谁也帮不上谁。2个村子呢，要隔开一段距离，这个气候条件就不一样了。你收菜的时候我没活做，我可以帮你吧。同时2个村子也不能隔得太远，隔得太远了，联系起来都是问题，还谈什么互相帮助？所以要把女儿嫁到不远不近的地方。穷人还有一招，那就是借钱。穷人借钱都是额度很小的贷款，在印度之类的国家，有很多小额贷款机构专门借钱给穷人。跟正规银行相比，小额贷款的利息是要高10倍或者是几十倍的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有钱人可以用资产做抵押，可是穷人什么都没有。所以银行为了规避风险，提防穷人违约，他们放贷款之前就会派人到穷人家里仔仔细细的做调查，查得越细，这个成本就越高。
那贷款机构最后放款的利息也就只能更高。穷人拿到了更高利息的贷款，还不上的可能性就更大，这就会导致坏账率更高，这就是一个死循环。穷人陷入贫穷的第二个原因是没有远期规划。很多地方的穷人对教育不重视，即便有很多慈善机构跑来给他们建学校，跟他们说孩子受教育有多好多好，可是家长们把孩子送去读书的这个积极性却还是不高。原因很简单，因为穷人并不确定那么多个儿女里有哪一个可以给他养老，而偏偏教育又是一个长期的投入，好多年以后才能看见成效。那你让我把手里头有限的资源像押宝一样的压到某一个孩子身上，让我来赌一个遥遥无期的结果，这对他们来说冒的风险太大了。没有远见会加剧贫困，其实反过来，贫困也会造成没有远见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从科学的角度上来说，人的压力和一种叫皮质醇的激素水平密切相关，皮质醇的水平越高，就代表压力越大。穷人长期处在生存压力里，皮质醇的水平自然就很高，就会影响大脑的部分区域，比如前额皮质层、海马区等等，而这些区域都是非常重要的认知区域，所以高皮质醇会直接损害人的认知和决策能力。换句话说，就是贫穷会降低人的智商。陷入贫穷的第三个原因是执拗和偏见。这种执拗和偏见主要体现在超出认知水平的领域，比如说很多的国家，穷人会把自己的大部分钱花在健康上。在印度很多农村，贫穷家庭每个月会拿出预算的5%花在健康上，而且这些国家超过1/4的家庭每个月至少会去看一次医生。但好像穷人关心自己的健康并不是什么坏事，但问题就在他们的花销并不科学。比如说，穷人特别喜欢用抗生素，而且经常会做一些为时已晚的手术。也就是说，穷人平时不会花点小钱预防疾病，像打疫苗啊、买蚊帐之类的事情，他们从来都不接受，而是等到健康真的出了大问题了，他们又不惜借钱来拼命治疗。治疗大病的花费自然就高了很多，这也是拖垮很多贫困家庭的原因。以上就是《贫穷的本质》这本书对穷人为什么会变穷的解释。但是呢，单纯的讲出书里面总结了3个原因，显然不是我们讲这本书的目的。能够从里面找出启发和帮助，才是我们读书的目的。所以呢，我们不妨的做一点思考。书里上面讲的贫穷的3个原因，哪些是穷人身上特有的呢？哪些其实是在你我日常生活中也存在的呢？很不幸，好像后面2点，也就是看短不看长，以及对不懂的事情有太多的偏见，在我们每个人身上似乎都有。比如说，平常花点小钱预防或者锻炼，身体健康了就不用在大病上花钱了。这个道理谁都知道，但是你身边一定有这样的人，特别是咱们父母这辈，一辈子省吃俭用，不办健身卡，不舍得体检，真的检查出的大病了，哪怕是晚期，全家人都会四处的举债，借钱做各种昂贵的手术，只为延长那哪怕几个月的生命。这不就是这本书里讲到的只顾眼前不看长远的穷人的真实写照吗？还有在不懂的事情上，我们一样也犯了特别严重的偏见。我们有很多人在网上慷慨激昂地反对转基因食品，但是我们其实并不清楚转基因到底是什么，只是凭感觉觉得人工的东西一定不如天然的健康。科学家说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，我们很多人还会去骂科学家，说他们肯定是拿了食品公司的钱。在我们认知水平达不到的领域，我们就喜欢找直觉和情绪去判断很多事情。在这个意义上说，发达地区的人和穷人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吗？
我们唯一强过穷人的地方，就是我们成功避开了第一个原因，也就是我们的避险手段要比穷人多得多。但是这个呢，和我们自身的努力和认知关联并不大，因为和那些真正的穷人相比，我们真正的优势在于很多东西是在我们不知不觉中得到的。所以作者认为，我们和世界上最穷的人相比，其实并没有本质的不同。他们的思维误区，他们的短视，我们也没有能力规避。唯一的不同仅仅在于我们出生在一个体系完善、自动运转的世界，而他们的世界是残缺的。其实贫穷的本质并不是资源匮乏或者社会体制落后造成的，而是人性使然。想要避免掉进穷人思维的陷阱，你就必须学会利用理性的精神去克服人性里的短视，避免用直觉思考问题。好了，这本书就讲到这儿了，咱们下次再见吧，拜拜。